大家好，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我从中国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在加拿大感受到的文化差异。我会从5个方面和大家分享，在加拿大的日常生活与中国的日常生活相比有什么不同。第一个方面是天气，你可能听说过加拿大的冬天特别的冷。我听说过一个笑话说，在加拿大只有2个季节，一个是冬天，另一个是不是冬天。我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冬天的时候这里真的很冷。比如说去年的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这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去年下雪的时候我家门前的积雪。你可以看到在我家前面有很多雪，很高很厚。那下雪之后我需要用雪橇去铲雪，铲雪是很累的。虽然我很喜欢下雪，我在中国的天津长大，在我的家乡天津，冬天也会下雪，但是我们没有像在加拿大这么多的雪，所以每年冬天的时候，我都希望在多伦多可以少下一点雪，这样我就不需要经常去铲雪了。那第二点呢是送礼物。我发现我在加拿大的朋友和邻居送给我礼物的时候，都会把礼物包装的特别好看。比如说去年的圣诞节，我的邻居送了我一盒巧克力，他们把这盒巧克力用包装纸包装了起来，还在上面系了一个蝴蝶结，特别的好看。这让我想到，在中国人们送礼物并不会经常包装起来。比如说我们给亲戚朋友送礼物，买水果，买一盒点心，我们并不会专门把买的东西包装起来，用礼物纸把它包装得很好看。但是我发现在加拿大，不管你送什么礼物，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大家都会用包装纸包装，或者是用很好看的礼物袋，然后再送给其他的人。这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那第3点是喝水，喝热水还是喝凉水？在中国呢，很多人喜欢喝热水。我从小到大呢，也是喝热水长大的。那现在虽然我住在加拿大，我还是每天都喝热水。我家里有一个电热水壶，我每天早晨都会倒很多水在这个热水壶里，把它做开，然后我会喝热水。但是在加拿大，大多数人喜欢喝凉水，甚至是冰水。每一次我去餐厅里吃饭，服务员都会给我凉水或者是冰水，那我就要去问他们能不能给我热水。如果我不问的话，他们是不会给我热水的。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认为喝热水是非常健康的。我之前专门做了一个视频讲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喝热水，你可以去看一看。第4点是垃圾分类。我记得我刚来加拿大的时候，是我上大学，我那时候在学校外面租房住。当时呢，房东给我讲解了如何垃圾分类，什么东西是可以回收的，
什么东西是可以生物降解的，剩下的就是一般的垃圾。这3种要分开装，然后要放到相应的垃圾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体验。我以前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日常生活的垃圾并不会分类。不过，最近的几年呢，我回到中国，发现也有了一些变化。那现在有些小区也会鼓励居民去垃圾分类，但是总体来说，在中国垃圾分类还不是那么常见。我觉得在加拿大养成这个垃圾分类的习惯，对我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我觉得这样呢，可以更好的保护环境。那第5个方面呢，是吃饭结账。在加拿大，我和朋友吃饭结账通常是各付各的。我的加拿大朋友不会抢着去付钱，但是在中国和朋友出去吃饭，通常大家会抢着结账，每一个人都想请客，那很少会各付各的，而且这种请客呢是轮流的。比如说今天是朋友 A 请客，那下一次吃饭呢就是朋友 B 请客，这样大家都会轮流请客。在加拿大呢，如果我是和我的中国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这一次如果我请客，下一次我的中国朋友就会请客，我们会轮流请客。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方式更舒服，因为我们习惯了。那当我和我其他的加拿大朋友或者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可以接受我们各付各的，因为我觉得这些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一种文化的差异。那这些就是我感受到的在加拿大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冲击。评论告诉我，你有没有感受到文化冲击的时候？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我是美玲，在我的频道里，我帮你学习日常生活里的中文。如果你想提高你的中文表达，更好的和中国人交流，了解文化的差异，那你可以和我一起学习。我提供1对1的课程，这些课程呢是会根据你的学习目标来设计的。不管你是想提高你的中文表达，学习地道的中文，还是你想提高发音，让中国人更好的听懂你说的话，我都可以帮你。我也会分享中国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帮你更好的去和中国人沟通。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会把我的课程链接放到视频的描述里，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和我订课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评论告诉我。我们下次见，拜拜。